不久前，宜蘭蘇澳的龍德造船廠內，一艘造型科幻到像從光環遊戲裡直接開出來的鋼鐵怪獸，在工作船的引導下，緩緩吐出了船塢。它的舷號是每一個關注自研軍艦的台灣軍迷等了整整10幾年的數字 PGG632，這就是我們高效能艦艇建造計劃裡最後也是最強的那一塊終極拼圖——沱江級量產型導彈巡邏艦的最終艦。大家在今年年底前，這艘艦就要徹底結束海試，完成交艦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從2009年那個不被看好的訓海計劃開始，我們熬過了17年的風風雨雨，12艘被寄予厚望的沱江艦，終於要在今年全員到齊。說實話，看着沱江艦那全鋁合金船體折射出的那一抹冷冽輝光，我整個人是激動的。這不僅僅是一艘船的出場，這是我們台灣自研造船工業向全世界亮出的一記響亮重拳。在這裡，我想先問問大家，特別是頻道的粉絲，如果明天海峽有事，對岸擺出的是上萬噸、看似不可戰勝的神盾驅逐艦，而我們派出的是12艘排水量只有700噸但全身插滿刺的隱身小炮艇，你覺得誰才是讓對面艦長晚上睡覺都不敢閉眼的噩夢？把你的答案扣在彈幕上，大艦扣1，小艦扣2。或許你不會相信，我的答案是我們的沱江艦。看完今天這期拆解，你一定會對我接下來要講的小艦扛大炮、暴力美學感到徹底瘋狂。在近海對決的死局裡，誰的口徑大，誰的射程遠，誰就是絕對的真理。而絕對的飽和火力就是終極的正義。很多沒做功課的朋友喜歡看噸位，說你這沱江級滿載排水量才685到700噸，充其量就是個大號快艇，能掀起什麼浪花？我只能說，這些人對我們的技術一無所知。你把對岸幾千噸的054A 護衛艦拉出來看看，它的標準反艦配置也就區區8枚導彈。而我們這艘不到700噸的小鋼炮，一旦開啟極限突擊模式，你猜猜它的模塊化發射架能塞進什麼？是整整8枚超音速雄風3型，外加4枚次音速雄風2型，甚至在早期極限設計裡，它能喪心病狂地塞下16枚反艦導彈。這哪裡是巡邏艦？這分明是一座以30節高速在海面上漂移的海上導彈塔。大家腦補一下那個畫面：夜幕下的海峽，波濤洶湧。敵方龐大的艦隊正在推進，突然海平線上毫無徵兆地竄出幾道火光，中科院的壓箱底神器雄風3型衝刺速度瞬間飆到3馬赫以上，一個幾百公斤重的鋼鐵彈頭貼着海浪波峰幾十米的高度狂飆，敵人的艦載雷達在雜亂的海浪波罩裡根本抓不到這個軌跡。等你站位上的觀察員肉眼看到尾焰的那一秒，雄3已經帶着毀滅性的動能，瞬間撕裂船體外殼，在艙段深處爆發出上千度的高溫火海。再配合次音速走複雜戰術拐彎航路的雄2導彈，直接能讓對方大型艦艇沉入海峽深處，就問你爽不爽？而且我們自研的工程團隊絕不是只懂進攻的狂熱分子。早期原型艦沱江號 PGG618 出來時，最大的痛點是什麼？是這船只有拳頭，沒有盾牌，防空全靠艦尾那門密集陣，拉火網戰術風險太高。到了塔江艦之後的量產型，中科院直接給他來了一次神仙級進化，直接在桅杆頂端搞了海風眼3維相控陣雷達，能範圍空域收捕敵機與飛彈，配上專門研發的16枚海劍2型防空導彈，能在幾十公里外進行精準攔截，再加上艦首那門意大利授權換裝 NA30SMK2 黃金右眼射控雷達的76毫米快炮，以及艦尾每分鐘幾千發子彈的密集陣系統，可以說如今的沱江艦已經將防空、反艦、近防3層火力網全部拉滿，能把萬噸大艦才有的火力密度強行塞進一艘700噸的船裡。這就是我們台灣軍工技術最硬核、最硬氣的地方。但是，這時候肯定有技術流觀眾要質疑了：博主，你吹得再猛，物理規律總得遵守吧？這麼小一艘船，載重拉滿，炮火一開，它不會直接被後坐力震翻？海浪大一點，它不會在海裡搖得像個篩子嗎？嘿嘿嘿，問得好，這就涉及到了龍德造船廠最頂級的保密科技——沱江艦的幽靈船體
大家看 PGG-632 出場的新聞照片，有沒有注意到它的褲襠？它的船底跟普通軍艦完全不一樣。傳統軍艦都是單體 V 字形，像一把刀切開水面，而我們的沱江艦採用的是世界頂尖的穿浪型雙體船 WPC 設計，上面是一個懸空的寬大主體，下面是兩個細長優雅的吃水片體。這造型放在海面上，就是一輛披着軍綠外衣的海中隱身超跑。而要說這種雙體船型最大的好處是什麼？第一就是快到極致。當年原型艦沱江號輕載測試的時候，航速直接飆到了瘋狂的44節，周圍的漁船看它就跟看一道閃電沒兩樣。雖然量產型為了塞進16枚海劍2導彈，重量增加到了近700噸，但滿載航速依然穩穩壓在30節以上。更刁鑽的是，它不用傳統的螺旋桨，而是裝了4部水噴射推进器，這玩意兒就像噴氣式飛機的噴口。不僅不怕潛水灘的暗礁，還能在海面上玩出原地360度漂移甩尾這種機動性，敵人的魚雷射過來都得懷疑人生。第二是影到無痕，你仔細看它的艦體外表面，找得到任何一個90度的垂直死角嗎？找不到，所有的平面全部經過精密計算，做成了向內傾斜的角度。連舷側的反艦導彈箱都被嚴嚴實實包在隱身舷牆裡，敵人的遠距離搜索雷達照過來，電磁波全部被它反射到天上去了。在雷達屏幕上看它反射面積，可能就跟一只海鸥差不多。加上全鋁合金的船體，磁性低到極點，靠感应磁場引爆的重型水雷見了它都要直搖頭。當然了，熟悉歷史的粉絲都知道，當年原型艦沱江號剛出來時，確實踩過不少坑。如當初因為浮力計算偏差，滿載時航速一度暴跌到25節，海象稍微差一點，雙體船的高頻重搖能把最資深的海軍老兵吐到懷疑人生，排煙口太低還容易進水故障等等。但是這才是自研工業最動人的地方，遇到問題我們不逃避。台海軍和龍德造船立刻啟動了6項重大精進，如把船身從60米拉長到65米，排水量加大，又或是增加 U 型船底穩定性，排烟口抬高到內側，水線以上2米，把主機和發電機全部升級等等，這才有了現在塔江號和 PGG-632。就算面對台灣海峽5、6級的惡劣海象，它依然能穩如磐石的執行戰術發射。而且這艘船還有一個讓任何對手都極其頭疼的終極生存戰術，即淺吃水與漁港潛伏。大家想想，戰爭爆發的第一時間，大型軍港肯定會被重點打擊，大型驅逐艦沒了軍港就像無頭蒼蠅。但吃水極淺的沱江艦不一樣，它可以在戰時迅速化整為零，直接鑽進台灣沿海幾十個中小型漁港裡，靠着岸基補給車加滿油、裝滿彈，像刺客一樣躲在暗處，等待敵人艦隊經過，突然殺出港口給上一記重拳，打完再鑽回另一個漁港。這是他不對稱作戰的精髓。我不跟你比誰的船大，我比的是誰藏得深，誰出手狠。聽到這裡，大家是不是覺得這12艘沱江艦已經足夠逆天了？別急，這還只是單船性能，真正的戰術高潮在於當這12艘沱江艦全部歸位，配合另一支隱藏在海巡署裡的神秘力量，他們將組合成一套怎樣的海峽狼群體系？我在看視頻時會看到這樣的問題：沱江級火力這麼猛，那他是不是能在海峽裡單挑對方一整支艦隊了？兄弟，冷靜！我們雖狂熱，但我們不盲目。在現代立體化海戰裡，單打獨鬥的英雄早就死光了。真正決定勝負的是體系能力，而沱江艦就是為了當今世界最頂尖的戰術概念——分布式殺傷而生的。什麼是分布式殺傷？簡單說，就是不要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。如果你造一艘上萬噸的大艦，敵人的飽和攻擊全朝它招呼，一旦癱瘓，你的戰術體系就塌了半邊天。但如果我們把200多枚雄風導彈、上百枚防空導彈分散在這12艘隱身高速、四處潛伏的沱江級身上呢？敵方的偵察系統就算再先進，也絕不可能在同一秒鐘鎖死並摧毀12個高速移動的隱身目標。只要有3、4艘沱江級存活下來，他們接輪發射的火力就足以重創任何一支突入海峽的敵方編隊。
而且這裡還藏着一個很多普通軍迷不知道的戰術彩蛋：平戰轉換與安平級巡防艦。大家知道嗎？海巡署建造的12艘安平級巡防艦，船體結構和沱江級一模一樣。中科院在設計安平級的時候，就偷偷預留了導彈管線和模塊化安裝空間。平時安平級是維權護漁的海上警察，一旦進入戰時，海軍接管，幾天之內就能掛上雄風導彈，秒變戰鬥艦。12艘沱江級加12艘安平級等於24艘海峽狼群，這才是讓任何對手都感到膽寒的戰略底氣。只是截止到目前，這個體系戰術存在一個致命軟肋，就是中科院為了把防空和反艦火力推到極限，其在量產型上徹底放棄反潛能力。原型艦上的拖曳聲和魚雷被全部拆除，這意味着它面對水下的潛艇威脅時，必須高度依賴其他水面艦和反潛機的保護。此外，沱江艦的海風眼雷達由於安裝高度限制，對超低空目標的自主探測距離有限，它必須時刻依賴數据鏈接，收空中預警機和陸基雷達的引導，還有高頻震動對官兵體能的劇烈消耗，以及部隊邊線比的維持，也是必須面對的現實課題。但在我看來，這種專精設計恰恰體現了我們在有限資源下最頂級的戰術智慧。從2009年訓海計劃在紙上畫下的第一道線條，到原型艦沱江號遭遇質疑，從光榮之星測試船在海面上一次次驗證數據，再到今天第二批次第8號丹江艦、9號柳江艦相繼交付，直到這最後一艘 PGG-632 震撼出場，我們走了整整17年啊！這17年裡呢，我們見證了老舊的錦江級巡邏艦帶着榮譽加快退役，也見證了新生代的戰艦接過守護家園的重擔。PGG-632 的出場不僅是一項工程的完工，它更像是一個響亮的宣言。它告訴全世界，在自研武器的道路上，我們曾經踩過坑、受過挫，但我们從不放棄。我們的工程師用創意和勇氣彌補了資源與噸位的差距。這12座歸位的海上金剛，徹底改寫了台灣海峽的海權拼圖。他們就像12把鋒利的刺客之刃，靜靜地潛伏在這片我們深愛着的藍色大海之上。他們的存在，讓任何妄圖打破和平的念頭都必須先付出現實無法承受的慘痛代價。好了，今天這期關於沱江級最終艦 PGG-632 級深度解析就到這裡。看到這12艘戰艦全屬到位，你心裡是不是也和我一樣熱血沸騰？對於台灣未來的自研武器，你最期待下一代出現什麼樣的新神兵？是更神秘的下一代隱身巡防艦，還是載滿無人機的海上母艦？我們不妨討論一下，說說你的想法。我是奇藝，別忘了點讚、分享、開啟小鈴鐺，下一期節目不見不散。